从女子为救爱犬被鳄鱼拖下水活活吞噬，爱犬目睹全程无动于衷，到宠物狗被棕熊撕咬惨叫不止，主人按住棕熊拼死搏斗，最终命丧熊口。这个视频你将会看到3起为救爱犬与猛兽大打出手的致命瞬间。据《纽约邮报》报道，45岁的卡桑德拉·克利恩生活在纽约州北部的恩迪科特市，他目前是恩迪科特市乔治·约翰逊小学的资深教师，教书育人多年，备受学生和同事们的尊敬和爱戴。在休息时间，卡桑德拉喜欢和丈夫一同到南卡罗来纳州希尔顿海德的海松度假村游玩，这里有大量的野生动物，包括海牛和海龟。南卡罗来纳州还有大约10万只鳄鱼。居住在希尔顿海德的海松度假村的居民经常看到鳄鱼穿过水域，甚至在马路上自由穿行的壮举。为了提高人们的警惕，当地警方在池塘和湖泊周边树立了警示牌，警告人们远离水域。2018年，卡桑德拉与丈夫来到希尔顿海德的海松度假村，该岛屿占地面积高达5200英亩，现场有4个高尔夫球场。卡桑德拉和她的丈夫计划退休后在那里养老。卡桑德拉深知鳄鱼的危险，她一直都尽力避开这些潜在的威胁，但在8月20日，卡桑德拉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天清晨，居住区异常安静，卡桑德拉带着她心爱的狗凯莉外出散步。据卡桑德拉的母亲说，卡桑德拉无法生育，因此她将凯莉当作自己的孩子，她愿意为凯莉做任何事。当时卡桑德拉带着凯莉沿着一个湖泊边缘散步，这个湖泊位于高尔夫球场旁，里面潜伏着一只长达3米的巨型鳄鱼。早上8点左右，高尔夫球场上的海松绿地维护工开始在第13号果岭上忙碌。就在卡桑德拉和凯莉走到湖泊的另一边时，凯莉在湖岸附近的脚步声引起了鳄鱼的注意。鳄鱼敏锐地察觉到了地面的震动，它悄无声息地靠近。在温暖的季节，鳄鱼们的活动会更加频繁。炎热的天气增加了它们的新陈代谢，它们需要不停地进食来维持体能，因此它们作为猎手更加具有侵略性和危险性。这只鳄鱼看到卡桑德拉和凯莉并肩沿着湖岸走，离水边仅有几步之遥。鳄鱼还具有很好的伪装能力，其深色皮肤与浑浊的水融为一体，在水面阴影的掩护下难以察觉，只有头部微微露出水面，静静地漂浮着，凝视着凯莉。当凯莉走向水边时，鳄鱼突然从湖里跃出，在那一瞬间，凯莉快速后退躲过了袭击，但鳄鱼却紧紧抓住了凯莉的绳子。凯莉在草地上挣扎着，鳄鱼将她拉向水域。卡桑德拉本能地发出尖叫，顾不上自身安危，奋不顾身地冲向草坡。他一心只想着如何拯救凯莉。与此同时，高尔夫球场上的绿地维护工也被尖叫声惊动，他抬头看去，场面一片混乱。卡桑德拉竭尽全力拉着凯莉的牵引绳，而鳄鱼则用尽力气向水中拖拽，这爬行动物的力量足以将卡桑德拉和凯莉都拖入水中。此时卡桑德拉越陷越深，距离那庞大的捕食者只有1步之遥，但他不打算放弃解救他的狗。他摸索着解开狗链，成功让凯莉跳上了草坪。然而当凯莉获救时，鳄鱼迅速转身扑向卡桑德拉。卡桑德拉的惨叫声在球场中回荡，鳄鱼紧紧咬住他的小腿，将他拽入深水区。高尔夫球场的工人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他们在电话中描述着现场的情况，每一秒都显得异常紧迫。工人眼睁睁看着卡桑德拉被拽向水中，心头一紧。当卡桑德拉消失在水面下时，凯莉只是在岸边注视着，无动于衷。水下的卡桑德拉奋力与鳄鱼搏斗，拳打脚踢着他的头部和口鼻，但鳄鱼始终没有松口。他的视线逐渐模糊，肺快要支撑不住了。就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里，卡桑德拉在湖泊中溺水了。紧急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发现卡桑德拉漂浮在水中一动不动。他们立即射杀鳄鱼，将卡桑德拉抬出水面。医护人员立即进行心肺复苏，但不幸的是，为时已晚，卡桑德拉已经溺水身亡，他的手臂和身上都留下了深重的伤痕。而那只名叫凯莉的狗在袭击中却毫发无损。当卡桑德拉的家人得知这一突如其来的悲剧时，他们悲痛欲绝。在卡桑德拉任教的小学里，同事们和学生们都深受这场悲剧的冲击。卡桑德拉是学生们的楷模，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他。据美联社报道，2018年，47岁的青冈从日本搬到了佛罗里达州，他被埃沃格莱兹令人惊叹的野生大自然所迷住。当青冈的儿子卡塔纳还在上小学时，他们会一起寻找被困在繁忙道路上的乌龟，将它们带回水中的安全地带。青冈热衷于观鸟、钓鱼，并且在他的许多湿地探险中，他会带回他遇到的每只受伤、迷失或被遗弃的动物。卡塔纳上大学后的这些年里，青冈救助了3只狗，分别叫朱尼尔、派克和默默。派克是一只斗牛犬，
曾经因为过于凶猛而被要求安乐死，但在青刚的照料下，他变成了一只可爱的粘人家伙。青刚经常开玩笑说，如果他中了彩票，他要把所有的钱都用来开设一个动物庇护所，这样他就可以拯救佛罗里达的每一只动物。她和丈夫约翰居住的社区并不是很友好，青刚遛狗时曾遭遇过一些骚扰，并且周围的池塘和溪流也不安全。有一次，社区里的一名妇女甚至试图用车撞默默。在这起事件之后，约翰坚持让青刚停止在社区内遛狗，青刚开始开车带着狗到更安全的地方。直到6月，有人在青刚经常去的那个公园里看到了一条4米长的鳄鱼，于是约翰建议青刚暂时远离这个公园，至少等他出差回来，他只会离开1周，所以青刚爽快地答应了。然而1周过去了，3只狗开始变得焦躁不安。青刚确实经常带它们在他家附近短途散步，但它们并不那么容易满足。这3只狗习惯了更自由的生活，尤其是之前青刚会带它们去远离人群的公园散步，在那里可以解开绳索，让它们在佛罗里达周围的湖水中游泳。青刚自己也开始感到沮丧，他和他的狗大多数时间都在外面，所以整整1个星期几乎完全待在室内，让他们都感到很不舒服。6月8日早上起床时，青刚不打算再躲在家里了。他认为如果遇到鳄鱼，他的狗完全有能力警告他并保护他。当他拿起牵引绳时，默默、派克和朱尼尔欣喜若狂，他们等不及青刚的命令，一打开车门就跳进了车后座，高兴地叫唤着。到达公园后，青刚用绳子牵着3只狗走向池塘。很快，这些狗狗都已经全身湿透，满身泥巴，喘着粗气。青刚会时不时扔一个橡胶球，让他们接住，直到他们来到一个较大的池塘。那天天气很炎热，青刚觉得让他们最后再游一次泳，然后再返回车上晾干。于是青刚将球投入池塘，狗狗们追赶着他。帕克最先到达水边，但他突然停了下来，其他2只也紧随其后。他们在泥泞的岸边紧张地呜咽着，不愿意进去拿回球。青刚叹了口气，他以前见过这种行为。当他们遇到蛇时，狗狗们总是嚎叫，焦躁不安地四处踱步，直到青刚赶走蛇后，狗狗才会进去拿回球。但在检查了岸边后，青刚没有发现任何蛇或蜥蜴的迹象，他也没有看到水中有休息的鳄鱼。他以为这3只狗只是累了，毕竟他们已经跑了2个多小时了，所以他踏进水中，球飘到了岸边附近。但青刚没有注意到藏在几米外的杂草中的鳄鱼，他的狗狗们也没有看到，但他们闻到了气味。当青刚走进池塘时，他们放声一阵嚎叫，希望他能回来。青刚再迈出1步，他的手已经伸向那个球，但就在他的手抓住球的时候，他身后传来一声巨大的水花声，紧接着是一阵撕裂的声音。这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青刚几乎来不及回过头来看到发生了什么。他的狗狗们也感受到了危险，他们开始狂吠。青刚甚至没有转身逃跑的机会，就被一个近半吨重的鳄鱼头朝下拖入水中，在水下被进行了一次死亡翻滚。青刚感受到腿部的压力不断增加，剧烈的疼痛让他难以忍受。当青刚的身体浮出水面时，默默跳了进去，试图将青刚救上岸，但一根沉重的尾巴打中了默默的身体，鳄鱼的牙齿划过他的肋骨。青刚见状，冒着生命危险将鳄鱼的注意力吸引到了自己身上，默默拖着受伤的身体后退了回去。在深水中，青刚感到自己的胸膛在巨大的压力下破碎。就在他失去意识之前，他的身体变得无力。这只鳄鱼将青刚带到池塘另一边更隐蔽的地方，留下一片血腥的水面和一群尖叫的狗狗。他们在岸边焦急地等待着，目睹着主人的突然消失，直到一个散步的老人路过，看到了岸边的骚动。这位老人走近后，发现了默默肋骨处的伤口，再加上3只狗都戴着项圈，老人立即明白发生了什么。显然他们是有主人的，但他们的主人却不见了踪影。他还注意到停车场上有一辆车，在池塘的另一边，老人看到了一只巨大鳄鱼的鳞被滑入水中，消失在水下。他一边走近调查，一边打电话给当地警方。几分钟后，警方赶到现场查看了车牌，发现它属于约翰一家。于是他们打电话给约翰报告了这一情况。约翰顿时背脊发凉，尽管他警告过青刚，但他还是去了。约翰立刻乘坐了最早航班，当晚就回到了佛罗里达。就在警方宣布他们找到了青刚遗骸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一条手臂，腹部也被扯掉了一大块。3天后，警方抓住了杀死青刚的鳄鱼，并且他们在鳄鱼的胃中发现了青刚的残骸。事后，青刚的家人将他的遗体送到殡仪馆，主持青刚葬礼的教堂坐满了前来送别他的人。
他的儿子卡塔纳开设了青冈计划基金会，致力于保护那些受伤或被遗弃的动物们，延续了青冈生前的使命。据《阿拉斯加日报》报道，丹尼尔是一名伐木工，他们一家居住的小屋坐落在阿拉斯加山脉崎岖粗犷的地形中，他每天步行从那里出发去工作。2020年7月29日，丹尼尔一大早醒来，透过小屋的窗户望去，他看到晴朗的天空，心情愉悦。他匆匆吃完早餐，随后穿上工作装备，将防熊喷雾别在腰带上，并将防身的手枪放在背包里。他拿起水壶，对着狗吹了声口哨，前往工作地点。丹尼尔砍伐着树苗，削去树枝，逐渐开辟出一条道路。当临近中午时，茂密的树叶为丹尼尔遮挡住了日渐升高的太阳。工作让他感到疲惫，他停下来喘口气，擦去额头的汗水，喝了口水。突然，一只棕熊从丛林中冲了出来，庞大的身躯和狂乱的眼神让丹尼尔感到一阵恐慌。丹尼尔的狗狂吠着，试图阻止棕熊的冲击。棕熊愤怒地扑向丹尼尔的狗，整个场面充满了紧张与危险。丹尼尔摸索着防熊喷雾，将其直接对准冲向狗的棕熊，他不停地喷射喷雾。然而喷雾不但没有驱散棕熊，反而吸引了他的注意。棕熊转身将丹尼尔摁倒在地，棕熊猛烈的撞击让他喘不过气来。丹尼尔挣扎着呼吸，棕熊巨大的爪子紧紧按在他的胸口上。丹尼尔拼命挣扎踢打，他一次又一次击打棕熊的鼻子。棕熊发出低沉的咆哮，紧接着张开大嘴。丹尼尔眼睁睁地看着棕熊的口水顺着牙齿滴下。棕熊咬住丹尼尔的头，试图用牙齿碾碎他的头骨，鲜血顺着丹尼尔的眼睛涌出。丹尼尔痛苦地尖叫着，他的肌肉和皮肤都被撕裂。在棕熊沉重的身躯下，肖恩感到自己的肋骨断裂，剧痛让他几乎失去了所有力气。随后发生的攻击可能是残酷而凶猛的，但没有人确切知道丹尼尔经历了什么。他的狗找到了回家的路。当丹尼尔的妻子看到狗回来时，却没有看到丹尼尔。他急忙打电话给他的朋友们，恳求他们前来帮助寻找。朋友们沿着丹尼尔开辟的小路穿过灌木丛，走了不到1英里，就发现丹尼尔躺在地上，血迹斑斑。他的头部和大腿等多个部位被严重咬伤，身体也被撕扯得四分五裂，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他们拨通了当地警方的电话，报告了这一可怕的消息。丹尼尔的妻子和朋友们不敢相信丹尼尔已经离世，因为丹尼尔可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户外运动爱好者。当州野生动物学家到达现场时，防熊喷雾刺鼻的气味仍在空气中弥漫。空罐距离丹尼尔的尸体大约5米远，经过彻底搜索，他们并未发现任何可能吸引熊的东西。但令人困惑的是，他们在丹尼尔的尸体上分别发现了黑熊和棕熊的 DNA。一些当地人认为他们可能一起袭击了丹尼尔。然而，熊大多是独居动物，不会成对或成群狩猎。这种情况引发了更多的疑问和争议。袭击发生1周后，野生动物学家射杀了3只雌性黑熊和1只雌性棕熊，其中1只棕熊的 DNA 与袭击现场找到的相匹配，证实了这只熊的袭击。